这是何种玩法？此游戏需2人参与，一人预先知晓我所给的菜名，绘出图样，另一人以其图样报出菜名，若报对了，可获增小食1份。温宁眼睛一亮，侯爷丹青鬼术，这小食定是囊中之物了。丹青鬼术，谢金兰闻听此言，心中一惊。他从未在他面前画过画，唯一的可能便是他看到了那幅画像。你觉得本侯画也好？奴婢听薛嬷嬷说过，侯爷3岁便能提笔练字，5岁将兰亭序临摹得有模有样，7岁画得山形有势。嬷嬷还说她见过侯爷所绘之人像，仿若活人一般。谢金兰闻言暗暗松了一口气，不想嬷嬷倒是什么都同她说。既如此，那便由本侯来绘，你来猜。老板给出的菜名是玲珑牡丹札，谢金兰执笔落座，墨色由浅入深，层层铺染。此画的难点在于，牡丹花瓣状的鱼札，墨色需浓淡相宜。不稍片刻，狼毫已浸没于青玉笔山，纸上牡丹鱼札却犹带水汽。谢金兰心头忽的一紧，她骤然起身扫视四周，果真不见了温宁的身影。可有乔见方才与我一同的女子朝何处去了？适才只顾赏公子作画，并未留意那女子的去向。漆黑眼底翻涌着暗潮，目光所及之处，自将所有黑暗都驱散。谢金兰屈指抵唇，一声清越的哨音破空而起，哨声未散，身前便有几道黑影抱拳抵额。主子，可是温姑娘遇到了危险？谢金兰眸如寒铁，厉声批下2个字：找人。温宁自谢金兰身边逃走，只能慌乱中一路向前，直到长街尽头。他也不知自己何来的勇气，竟敢当着他的面逃了。可他着实无计可施，若不借此良机逃走，怕是腹中的胎儿瞒不住了。身后的人群突然骚动，听到一旁有人低声议论：有卫兵来，要放街了。温宁紧咬下唇，后颈不禁泛起一层细密的冷汗。他环视一周，见湖边一艘画舫将要离岸，未及深思，只得匆忙踏上檀木阶梯。然而温宁并未留意到石舫桅杆悬挂着一巨型灯笼，上书4个大字：温氏石舫。温宁的父亲去世后，整个温家由戴夫人宁氏掌管。宁氏膝下有1双儿女，长子温迟，次女温饶，是双生兄妹，比温宁年长1岁。温老爷故去，温家还能继续承接皇家生意，维持皇商的名号，全仗着与这些权贵盘根错节的关系。就像今日宴席便是铺路石。温宁小时候不明白，母亲能将萝卜雕成牡丹，让糙米煮出莲香，更是在温家14的菜谱上刻下满纸风华，却从未在大夫人面前抬起头来，到底为何？直到双亲去世，大夫人疯癫般地撞开他与母亲居住的小院，将那里打砸得粉碎。他清晰地记得大夫人将他赶去庄子前说的那段话：我16岁嫁与你父亲，彼时他尚是一介书生，深得分姿特秀，气越清风。我对他一往情深，情到深处忘乎自己，期盼能与他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。我与你父亲虽未两情缱绻，但也相敬如宾。只可惜他在一个小小的面食摊子上邂逅了你的母亲。你母亲一介孤女，无人可依，她罔顾我的劝阻，让你的母亲进了门。你母亲生得貌美如花，温柔可人，又将祖传的食谱交于你父亲，自此家道中兴，以至于忽略了我这个正妻的存在，对我日渐冷落。我想方设法怀上双生子，心中愈发渴望夫君的关爱。那日我挺着大肚子前往寺庙，一路跪拜，只为祈求他能够多眷顾我一眼。待我拖着石头的身子冒雨归家，却见他亲手为你母亲制作了一把油纸伞。幸而上苍有眼，他生病离世，我感恩戴德，以为夫君会回心转意，然未曾料到他用情如此之深，以至于相思成疾，未出几日竟追随他而去。留你在此，于我而言是难一种折磨。我每次见你，仿若见到你母亲一般。温宁自那时才明白，母亲为何总是郁郁寡欢。她说自己抢了别人的姻缘，不去府里做妾，不是怕委屈自己，是瞧见了另一个女人在哭。温宁此时若是能看到灯笼上的4个大字，打死也不会上这画舫。宁氏此刻正携着女儿向各位夫人见礼，今日这宴饮除了为儿子铺路，也藏着为女儿在权贵中择一门家婿的心思，满座也俱是为了儿女择婿选媳的命妇夫人。温宁进了平门，发现这里竟是锦仓，他一路低着头走，生怕引得旁人注意，只想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，可怕什么偏生来什么。
一位珠圆玉润的贵妇人一眼便望见了悄然避人的温宁。那是谁家的千金，相貌如此出众？霎时满座目光都凝向一处，屏风折角处更有公子们循声望来，便见一袭月白罗裙如流云倾叶，衬得纤腰若柳，不盈一握。宁氏母女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待确认女子是温宁后，眸底霎时翻涌起今年的嫉恨，目光更如淬了毒的银针。温宁也不敢相信，她竟阴差阳错地遇到了宁氏母女。母亲，她不是替女儿嫁去了柳家，怎么来了这里？莫不是那柳公子死了，从柳家偷着跑了出来？会不会想趁着此机会，在众人面前让我们难堪？戴夫人精明的眼底凝着一层薄冰，她拍了拍温娆的手，示意她先不要出声。温宁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。奴婢走错了地方，不想扰了贵人兴致，奴婢这就退下。他又朝大夫人的方向扶了一礼，便要退出平门。哪有奴婢生得这般水灵的？且说吧，是哪家千金？让小女来为各位夫人解答吧。温娆眼瞧着这个妹妹出落的盈盈玉丽，容色照人，简直嫉妒的有些发狂。可她表面上还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，柔声道：这是小女的妹妹，自幼养在外头的，头一遭见到这样的场面，规矩生疏，还请各位夫人莫要笑她。养在外头的，原是个外室生的。正经闺秀尚且要挑挑家事，出外头养的，咱们便不要瞧了。几个妇人一脸嫌弃，仿若真的在为自己的儿子挑儿媳一般。温娆走至跟前，轻拉住温宁的手，故作心疼道：我这个妹妹天生一副好模样，就是命不好，前几个月刚成了亲，可嫁过去第一日，夫君便断了气。她近日这般慌张模样，想必又是偷着从夫家跑出来的。小女先带妹妹去沙阁里歇歇，再做打算，便不打扰各位夫人雅兴了。什么？原来是个寡妇！哎呀，真晦气！嫁过去那男人便死了，怕不是克命吧？是啊，竟然还偷着跑出来，咱们选儿媳的还真得睁大眼睛看清了，要不然被这样的货色给骗了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温宁无暇顾及这些人的闲言碎语，只时刻担心那些卫兵会找来画访。温娆没有将温宁带去沙阁，反倒将她引到了底舱。温宁脚步一顿，心底蓦地涌上一股寒意，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却突然被身后的两个婆子拽住手腕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粗糙的麻绳勒进白皙的皮肉里，双臂被狠狠反剪到背后。你偷偷从夫家跑出来，万一柳家来要人可怎么办？我看还是先将妹妹绑起来，省得再逃到别处去。姐姐与那柳公子有婚约，明知他病入膏肓，要不久于人世，却逼迫我替嫁。姐姐不想做寡妇，却要强加于我，如今不但没有愧意，反倒要责怪我逃跑。温娆猛地掐住他的脸，指甲几乎陷进肉里。这就是你的命，一个外室生的能替我嫁过去，便是你的福分。至少你还当了几个时辰的正室夫人呢，若不然，就你这样无名无分的贱人，也就嫁个杀猪的、走卒的。温宁见他简直不可理喻，用尽全力嘶喊：救命！救命！温娆见状，朝两个婆子厉声道：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贱人的嘴堵上！口中瞬间被粗糙的麻筋填满。温娆盯着他，嘴角忽然勾起一抹诡异的笑。不如咱们玩一个游戏，小时候玩过的。温宁瞳孔骤缩，黑暗仿佛有了实质，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，胸腔被无形的大手攥紧。温宁觉得自己几乎要喘不过气来，眼前开始泛起细碎的白光，意识在窒息中逐渐模糊。好远！庭门哗啦一响，满座喧嚷霎时静了3分。来人一袭墨蓝色锦袍，玉带束出挺拔腰线，龙章凤姿，好一个簪缨饰绉。是安远侯。不知侯爷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侯爷恕罪。我家侯爷无意搅扰诸位雅兴，只是想问，方才有一身着月白色罗裙的女子，现在何处？启禀侯爷，侯爷适才所说的女子确曾来过，不过这会儿已经离开了，不在这画舫之中。谢金兰眉骨头下的阴影里，那双眼睛倏地锁住他。是吗？可有人亲眼看到他上了这个画舫，便没再出去？你确定他已经走了？民女确定。谢金兰眸色一沉，清风旋即转身跨出半步，20余卫兵已列队而入。诸位继续宴饮，我等寻人之际，必不打扰诸位雅兴。不出半刻，已经晕厥在底舱的温宁被卫兵发现。谢金兰呼吸一滞，绳结被生生扯断，又在碰到他肌肤时猛地放轻，他将他抱在怀里。民女冤枉，她是从夫家偷着跑出来的。
你只是怕夫家找不到他。他这会心里简直要嫉妒疯了，凭什么他一个嫁过人的还能和安远侯扯上关系？谢静兰眸色骤沉，本侯的女人还轮不到别人来智慧。马车疾驶，直奔侯府而去。谢金兰看着伏在自己颈侧失而复得的人儿，思潮翻涌。她要逃离自己。一想到这，谢金兰心如刀绞。温宁此刻的意识仿佛被人溺入了深海，浮浮沉沉，抓不真切。她呼吸急促了几分，指尖突然触到柔软的布料，鼻尖萦绕着熟悉的清冽气息。是侯爷。她挣扎着凝聚意识，缓缓睁开双眸。她神色冷峻，不曾看他。温宁伸出一只小手，指尖颤巍巍地抬起，好不容易越过两人之间寸许的空气，却在触及他下颌的刹那被他偏头躲开。他目光黯然，指尖僵在半空，混乱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。他真的逃了，却被温柔困于暗格之中。幸得他出手相救，辗转在二人齿间的质问和解释，终是没有说出口。就这样一路无言。回到听松院，他将他置于内室，命2个丫鬟为他沐浴更衣，而后毅然转身离去。侯爷，奴婢怕。怕？逃跑的时候不是挺能耐？是啊，好起荒唐，从他面前逃跑，现在又奢望他的安慰和怀抱。温宁咬着唇，想要解释，却不知怎么开口，只生硬地挤出一句话：侯爷对奴婢有恩，奴婢不该逃。有恩？从5两银子开始的恩情。他大手掐住他的下颌，眼底黑沉如渊。而后呢？而后便要为夫君守节，再为书生守心。可即便如此，也还是为了5两银子的恩情，违背本心，心不甘情不愿地留在了听松院。唯有本侯成了那强人之难者，所以你讨厌本侯，想离本侯远远的。可是如此？不是的。几乎要将真相脱口而出，可真相似乎比这更残忍。奴婢不值得侯爷怜惜，留在侯爷身边，只会毁了侯爷清誉。这么说，你逃跑是为了本侯好？谢金兰眼底翻涌着怒意与痛色，却在看清他破碎神情的瞬间狠狠一滞，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。他的手指骤然一松，声音冷得像淬了冰。滚出去！温宁踉跄着后退2步，他指尖微微发颤，想要抓住他的衣袖，却终究不敢。他缓缓转过身，踏出门槛，伏在书房门框上的手腕微微发抖。他脚步虚踏，仿佛随时就要倒下，却被一股力道猛地拽回，后背约实地撞进他温热的怀里。该死！他低咒一声，一把将他打横抱起。回内室，还是在这里？那怒意分明未消，却还在询问他。同侯爷一起。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而后紧紧环住他后腰。谢金兰很无奈，他有时柔软清澈，有时朦胧疏离，他看不透他，到底要拿他怎么办？他收拢手臂，转身到廊下，大步向内室走去，任由他为自己褪去衣衫，擦干身子，在伤处涂药。温宁始终埋在他怀里，脸颊紧贴着他的胸膛，一点点驱散他骨子里的颤栗。谢金兰见他依旧纤纤微颤，以为是风雨袭身的缘故。我让人备热水，给你暖暖身子。不要！指尖在他后背收拢，将脸埋得更深。奴婢有微闭症，进入密闭的空间会气逆神乱，若久留其中，过后还会有悲夹的症状，就如方才那般。所以奴婢惧怕独处室中，只要侯爷让奴婢抱一会儿便好。谢金兰心中登时一凛。那若今日本侯未曾上的画方，就这般的不计后果也要离开本侯。指骨蓦地用了几分力，温宁吃痛，眼尾瞬间阴出水光，细嫩的肌肤在指下泛起红痕，贝齿狠狠碾过下唇，声音发颤。奴婢有罪，劳烦侯爷兴师动众，但凭侯爷责罚。再有下次，本侯定饶不得你。指腹粗糙的薄茧碾过唇瓣细小的伤口，温宁禁不住轻摁出声，又赶紧生生咽下。本就软玉温香萦了满怀，谢金兰此刻只觉气血上涌，她立刻闭目静气，想压下那股子躁意，却还是有了反应。温宁耳尖霎时红透，在他怀里一动不敢动，直到见他额头浸出一层薄汗，他带着几分心虚，轻声道：奴婢好多了，
侯爷可去沐浴？谢金兰眸色幽深，听他这样说，低头与他鼻尖相抵，温热的呼吸相互纠缠。好多了。温宁长睫轻颤，小脸微侧，极轻的点了点头，大掌轻易将小脸扳正。谢金兰唇间没有任何犹豫，铺天盖地的吻落在他细腻的唇上，指尖特意磨过他下唇被咬破的痕迹，便听飘无的一声轻哼，似是在惩罚他今日所做的错事。熟悉的温香自松软的前筋间逃逸，在唇间厮守良久，便追着香气一路向下，激起肌肤阵阵细腻，呼吸沉重，肆意起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案台的红烛燃得瘫软如泥。谢金兰自知不可再继续，她隐忍克制，撤手后退。我去醒神。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真怕长此以往自己会得了不足之症，每一次靠近都像饮鸩止渴，明知道有毒，却还是贪恋那令他着迷的温存。温宁不是不明白，这样下去确实易伤了他的身体。此刻矛盾像细密的针，扎得他心头隐隐作痛。他有时候甚至怀疑，留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对还是错。谢金兰命人给他备了热水，自己则去避室冲冷水。主子，问清楚了，那个叫温饶的是温家长女，之前与柳家公子有婚约，见那柳公子已药石无医，他们便逼着温姑娘替嫁冲喜。只不过温姑娘嫁去当夜，那柳公子便断了气，柳家盛怒之下，将温姑娘卖身为奴，当天夜里便死了。谢金兰眸色沉沉，清风续言：那温饶甚是胆小，属下尚未多言，他便自行招认。他幼时便知温姑娘有威逼症，说是怕她跑了，柳家再管他们要人，所以故意将温姑娘关进了暗阁中。将她也关进了暗阁待上2日，再细查他们母子3人近2年经办皇差的纰漏，挖出罪证，当革其皇商之名。是，主子。清风应下，复又提醒：姑爷和陈王今日约您在香鹤楼喝茶，主子，这个时辰该动身了。谢金兰前脚刚出了侯府，温宁便被人叫去了怡福堂。你先前嫁过人？回老夫人的话，奴婢嫁过人。听李嬷嬷说，便只嫁去了1日。回老夫人，嬷嬷说的没错，是冲喜婚约。奴婢过门时，夫君已经汤药不进。倒是个可怜见的。我看你也是个聪慧的，有些话便直说了。但凭老夫人教诲，侯爷自小性子冷，难得见他对谁上心。我虽老了，但也没糊涂。他那日要开小灶，我便看出来了。我虽老了，但也没糊涂。他那日要开小灶，我便看出来了。他是堂堂侯爷，莫不说娶妻要娶高门贵女，那便是在娶妻之前纳的通房，也得是个家世清白的官婢。倒不是我这个做祖母的势力，而是这世道，这朝堂容不得半点差错。他昨日将你从画坊救下，今日便生出了许多闲言碎语，说他为了一个商门寡妇罔顾礼法。你可知言官们的笔比那刀刃还要利上3分，一旦有人弹劾，他的前程可能就毁了。我们谢家就剩这一根独苗，想护他周全的，也就剩了我这把老骨头。我本以为他对你也就新鲜几日，现在看来，便得是我这个当祖母的做恶人了。温宁喉间泛起苦涩，他与侯爷注定是不可能的。是奴婢的错，不该毁了侯爷清誉。老夫人今日既然叫奴婢来，定是想替奴婢周全，说老夫人开恩，能放了奴婢出府，奴婢会远离京城，去一个侯爷找不到的地方。到时候，老夫人只说奴婢自己逃了，过不了多少时日，侯爷便会没了念想。你当真这么想？他昨日本就是要逃的，只是此事只有侯爷知晓。他已经逃过一次，再想逃只会更难。但若是老夫人允了，这事便成功了一半。奴婢不敢诓骗老夫人。好，倒是个明事理的好丫头。过几日重阳节，侯府巡吏要去寺庙祈福，侯爷必定会带上你。到时我会安排你随商队离开京城，日后隐姓埋名，找个庄子，好好过日子。说好的喝茶，怎的成了饮酒？安远侯昨日英雄救美，只端着清茶淡盏，怎配得上聊着桃色佳话？
陈王萧景玉同沈灵一般，对这件事都颇为好奇，甚至是有些不太相信。在他的印象中，谢金兰一向对风月之事毫无兴趣，甚至厌恶那些脂粉香气，能让他情绪波动的恐怕只有君报了。不知是什么样的美人，能让素来喜欢清静的安远侯陪着去了那烟火缭绕的万味佳会？而且本王今日观你眼底青黑，可要悠着点，莫让那美人掏空了身子。二位有这闲心，还不如多给自己纳几房妾室，省得老盯着别人的私事，操心劳神。哼，我倒是想啊，可你姐不让。说话间，他的脑子又飞快转了2圈，突然收起折扇，一拍脑门道：画像，与你交好的定是那画像上的女子，对不对？见他饮茶不说话，便是默认了。好你个谢金兰，好你个谢金兰，怪不得上次我去侯府便觉得不对劲，原来是被你金屋藏娇了。什么画像？我曾于画坊见过一绝色女子画像，坊主言此画乃是临摹安源侯府一婢女。我去接谢婉时特加留意，却没有见到有如此容貌的女子，遂询问于他。彼时他言说定是我弄错了，岂料不出数日，那画坊即被官府查抄。现在想来才觉其中蹊跷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你谢金兰竟也是个好色之徒。竟还有这种事，沈世子这般狡黠，竟也有被骗的时候。转过头又朝谢金兰道：屋子里总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支应着了，若不然我们还以为你安远侯有什么隐疾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一个婢女竟有此等角色，怕不是哪个朝中一己捡来的胭脂刺客吧？谢金兰禁不住二人的轮番揶揄，终是饮了些酒。好在他酒量极佳，虽几轮推杯换盏，也只是眼尾有些泛红，眸光却清明如寒潭。走时还拎了一个朱漆食盒，里面是香鹤楼顶有名的凝雪梅花禅香膏，据说每日只出3笼，价钱自然也贵得摇手。好吃吗？谢金兰不等他答，伸手勾住他纤腰，狠狠碾过唇瓣，淡淡的酒气趁机卷着梅子香往深处钻，唇舌交缠间将甜味掠夺殆尽，直到他气息紊乱才退开。他哑着嗓子道：好甜。奴婢去给侯爷煮些醒酒汤。胡放，本侯没罪。温宁眸光似蝶翼轻颤，想要打破现在的尴尬局面，遂转回刚才的话题。奴婢谢侯爷，点心很好吃。刚才尝了，不如你好吃。他动了动唇，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手指胡乱地绞着他腰间的丝绦。宁儿可会写字？温宁一怔，不知他为何突然这样问，倒是不敢直说了，反问道：侯爷需要奴婢写什么？谢金兰垂眸凝着他，似有命令的语气道：本侯要你以后不必再低头听人议论，只管往前走。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你喜欢在膳房便可开食肆，喜欢上山采药便可开药材铺子，只要你想做，哪怕不识字，本侯也可一字一字的教你。他不要他做通房，也不要他做妾室，他想让他可以拥有更多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可以毫无顾忌地站在自己身侧。不知他能明白吗？温宁呼吸一滞，眼眶酸涩的厉害。他想做的事，竟被他说中，诱人的承诺像融化的蜜丝裹住理智，甜得让人眩晕。可他怕自己一旦沉沦，便再无退路。宁儿会不会写字？若是不会，本侯今晚便开始教你。他抿了抿唇，指腹在掌心间游走，带起一阵酥麻。谢金兰闭目凝神，心随直走，自成于心，原是写下了一个否字。他大掌一拢，将他还未来得及收回的指尖攥住，随即勾唇一笑：竟敢这般戏弄本侯，今晚定要罚你写上300遍本侯的名字。温宁便也当真随他去了书房，不仅写了名字，还将平日里所制药膳以及毒发时扎血吮血之法详尽书之，一手端正小楷，工整有灵气。许久未写，侯爷莫嫌弃。他抬头，正撞见他垂眸凝视自己的模样。谢金兰拿起那张写满自己名字的宣纸，夸赞道：写得甚好，一看便是自小细字磨出来的。可目光触及另外几张时，他眼底却泛起别样的意味。温宁站起身，柔声道：是母亲疼爱奴婢的缘故，母亲随居外室，却把府邸小姐该有的先生都请了个遍，所以奴婢才学了些东西。母亲将你教得极好。他落坐在宽大沉稳的檀木圈椅中，长臂一揽，便令温宁毫无防备地跌坐在他膝头。过几日便是重阳节，可愿与我同去寺庙祈福？他指尖抵在他胸口，想起和老夫人的约定，心下不由得一紧，还是强自镇定地点了点头。
谢金兰突然扼住他迎白后颈，方才含笑的眸子倏地沉冷。那宁儿可还要逃？温宁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小声嗫嚅：奴婢不敢。既如此，为何要写下那药膳与吮血之法？莫非是妄图再次逃离，又担心本侯日后毒发时无人能为本侯缓解？蓦然被他道破了心思，温宁只觉一颗心砰砰乱跳。奴婢平素便做这些事，一时之间也只能想到这些，故而写了下来。谢金兰垂眸凝着他，一双狭长的凤眸幽深难测。既是为本侯好，那便罢了。但你要知晓，本侯并非什么正人君子，若是再敢逃一次，本侯不介意用更直接的方式惩罚你。对他疼也不是，惩也不是，两人靠得极近，男人的吻自然而然地落在桃花眼尾。谢金兰觉得自己只要靠近他就有些控制不住。他轻舒一口气，长臂勾住他腰身，带着隐忍的威胁，将他挟置于矮榻之上。榻上铺陈的浮光被惊扰，丝绒袖枕亦被推挤得歪斜。不，侯爷，这是书房。似惩罚的灼人热意，霸道的侵占他所有美好。温宁争执不过，只好慢慢臣服。绵绵密密，幽夜初生，烛影斑斓洒在旖旎的二人身上。温宁的指尖无意间探入枕下，忽而勾出一件轻软之物，这是他的小衣，是那次侯爷将他从堂柱手里救下后找不见的小衣。藕荷色小衣早已失了最初的挺阔，被反复揉捻得有些发皱，他本就泛着绯色的小脸腾地烧了起来。侯爷，你怎可？缠绵的温情被这突如其来的小物打断。谢金兰纵然面色平稳，耳间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上了一层薄红。难道要告诉他，自己怀疑他与另一个女人有相似的体香，所以拿他小姨来探查，甚至将他们视为同一人？亦或在他内心深处，那个女人便是他，只因在他心中似乎已容不下其他女人了。谢金兰纵使无理也要咬上3分，她唇角噙着笑，修长的手指勾着小衣细绳，便将她轻易带回自己手中，大掌反复轻轻抓握，嗓音低哑道：是宁儿自己托放于此，本侯只是代为保管，怎现在反倒质问起本侯来了？他气鼓鼓地整理好衣衫，逃也似的跑出了书房。看着他仓皇逃离的背影，谢金兰轻笑出声，厚颜无耻的道：谢谢宁儿送予本侯的安睡好物，简直气人的要跺脚。汤丽这些日子在老夫人跟前侍奉，表面温柔的能掐出水来，可心里早把老夫人咒了1000万遍。侯爷对那个叫温宁的可真好，听说出去喝酒都要给他带点心回来。可不是嘛，听说有时某时还要浇水，那么漂亮的美人，侯爷怕是爱死了。你们说，汤离在府里熬了那么多年，谁不知道他对侯爷的心思？可到头来，侯爷宁可要那小寡妇，都不要他。他缓缓松开掐出血痕的手，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，然后径直去找了哥哥堂柱。上次说的药给我。哟，好妹子，终于想通了。哥早就跟你说过，这男人就得使点手段。别废话，快给我！堂柱像是生怕他反悔，立刻从箱子里翻出一个镂空银球，眼角眉梢都透着算计。此物遇分则散，要小心保管。男人只需一点，保管一晚上离不开你。唐离一把夺过去，转身便走。堂柱眯起阴险的三角眼，喉咙里滚出一声低哑的冷笑：妹子，别怪哥，他不死，哥早晚会栽在他手里。他死了，哥还能尝尝那小美人的滋味。奴婢想着山后多有真菌灵药，想去采些新鲜的，给侯爷做些养生药膳。似是正中谢金兰下怀。本侯正好无事，陪你一同去。此时暮色轻落，霞光万道，枫林便似焚了整个山间。走在石径小路，枫叶打着轩儿擦过两人间隙。侯爷常来这里？老夫人笃信佛法，故而常陪他来此礼佛。再者，这座古刹香火鼎盛，便是许多皇家祭祀也多择此地举行。那祭祀之余，便也常去后山。他只觉得数月前他披着那人的大氅离去，那般的织金云纹大氅，非小富小贵的人家能置办得起的。又闻谢金兰所言，怕不是哪个前来祭祀之人常去后山，若不然怎能知晓山间那条小路，而又藏于那般隐蔽的茅草屋？更大胆设想，那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侯爷？谢金兰话到嘴边又打了转，他揉了揉眉心，不经意道：只观那后山陡峭，也无甚美景，不曾去过。他眉间掠过一道思考，倏地凝眸。宁儿怎知这山后多有真菌灵药？莫非常来此处？温宁掐了掐手心，面上镇定如常。曾闻师父言说，
此山北坡多有君子与药材，只是人烟稀少。师父顾及奴婢孤身，恐有不测，故未曾至此。谢金兰唇角绷紧了一瞬，想到自己曾是那个不测，只能心虚地点了点头。两人互相试探一番，也觉得这世间不会有如此巧合之事。二人采了些菌子和药草，便折返回寺院。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寺院曾收留一疯癫老者，现居于这柴院中，你们从此地经过，务必小心谨慎。我们自会留心。正要穿过院角时，只见柴飞半掩，疯癫的老者卧于干草堆上。待温宁定睛观瞧，见那左腿蜷缩于阴影之中，不禁身躯一颤。怎么了？那人好像是奴婢的师父。柴房内的老者姓蔡，人送雅号蔡回春，正是个跛脚郎中。听到屋外的动静，他猛地抓起一旁的犁杖，踉踉跄跄站起身。他须发如蓬，浑身皮肉簌簌发抖，口中不时念叨着一些让人费解的话语。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放了他，放了他，要能救人也能害人啊！师父，师父，我是宁儿啊！蔡回春依旧一副痴傻模样，已全然不记得眼前的女子是谁，只一味地挥舞着手臂不让人靠近。谢金兰见他腰间挂着一个酒葫芦，低声问道：他爱饮酒？温宁一怔，立刻意会：师父，宁儿那里有好酒，师父要不要尝一尝？蔡回春果然安静下来，枯瘦的手指摸着腰间的酒葫芦，低低地哭了起来。酒都空了。宁儿这里有，师父只要乖乖听话，宁儿马上给您拿酒来。谢金兰即刻遣人买来2坛好酒，又命小厨房备下一桌佳肴。就着这柴院中的一张石桌前，三人方才安然落座。许久没有吃过好菜喝过好酒的蔡回春近乎癫狂地往嘴里送。奴婢留在这里便好，侯爷还有许多事要忙，要不您先回去。无妨。却是半年之前，有人目睹师父坠入水中，被湍急的河水卷至下游，奴婢苦寻半月未果，便以为师父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一顿酒足饭饱，蔡回春突然咧着嘴笑，指着谢金兰嘿嘿傻笑：喝酒吃肉，嫌弃是好人，嫌弃。师父，这位是安远侯，您该称侯爷，万不可胡说。侯爷恕罪，师父他是无心的。谢金兰眉骨微跳，突然觉得这老头有些可爱了。她勾了勾唇，颇为满意。本侯倒觉得这个称呼甚好。在柴院待到了戌时，蔡回春还是哪里也不肯去，打着滚的躺回了柴房的草垛里，很快沉沉睡去。温宁将指尖搭上他的腕肩，发觉脉象沉如，齿部尤显色质不畅，确实寻不到神志清明者应有的那股圆滑流转之气。二人走在回客院的路上，男人挺拔的轮廓在夜色中偏转。你若不放心，可将师父接至侯府，其享有独立的院落，适合休养。温宁心中一暖，低垂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波澜。侯府岂是师父的归宿？她不过一介婢女，且早晚要离开。若师父去了，只怕平添周折。侯爷的好意，奴婢心领了。只是师父既然来了这里，说明与佛门有宿缘。况且他连柴院都不肯出，若是陡然换个地方，怕是要整夜难安了。既如此，那日后常来探望便是。行至偏房，温宁屈身行礼，静待侯爷离去。侯爷该回去歇息了。本侯辛苦一番，陪你去后山摘菌采药，竟连着半点好处都未得。被他的目光追逐着，温宁觉得脸有些热。明明是他自己要去的，怎的又来讨要好处？温宁踮起脚尖，手指紧张地揪住他的衣襟，本想吻他额头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够不着，唇瓣在他脸上游移不定，最后贴在了冒出清茶的下巴处，带着粗粝的触感和男人特有的气息，扎得他唇瓣微微发痒。谢金兰勾了勾唇，佛门境地，宁儿怎的不守清规？一张娇美的小脸皱红，附在他肩上的手蓦地收回。你……温宁自知又被他逗弄了，气鼓鼓地转身闭上了房门，也不知门外的人何时离去的。他自顾收拾了一番，便躺到了榻上。他答应老夫人明日便要离京，可偏偏今日师父找到了，若就此别过，师父孤身一人，他于心不忍。可若不走，又怎向老夫人交代？他闭了闭眼，胸口滞闷得发疼，直至红烛燃尽，才有了点困意。半梦半醒间，他只觉脚踝一凉，似有湿滑之物蜿蜒而上，寒意霎时窜上脊背。他猛地掀开被褥，借着月光，瞥见一道暗影窸窸窣窣钻入床底，是蛇。不敢有半分迟疑，温宁即刻解下衣带，在伤口上方3寸处紧紧复扎，
阻滞血流。烛光微荡，思绪渐渐回笼，他只觉这蛇来的蹊跷。白眉腹多生长在芦苇荡西边石缝，福焰山附近微有一溪一河，怎会在这客院里出现？想必是自己多虑了，自己才刚来一日，怎会有人放蛇来咬他？他闭眼歇息片刻，便听寺庙晨钟出鸣，院子里也开始忙碌起来。虽然已经服下解药，可被蛇咬伤的那条腿依旧有麻木之感，令人不适。所以他遣了一个丫鬟带自己向侯爷讨了半日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将掌心贴向小腹，只希望刚才处理及时，蛇毒不会影响到腹中的胎儿。谢金兰匆匆赶来，见他脸色不佳，担心地问道：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？侯爷不用担心，不过是女人家常有的不适罢了，所以斗胆求侯爷准奴婢半天假，若晌午能舒缓些，奴婢定会立时去寺院当值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，今日只管在这躺着，我会差造访的人给你炖些温补的汤饮来。他在他身边坐下，将温热的掌心贴在他小腹，轻轻打圈揉着，将温热的掌心贴在他小腹，轻轻打圈揉着。温宁惊得往后缩，却被他揽着腰往自己身前带了带。只给你暖上片刻，我一会儿便要去寺院了。今日他实在抽不开身，若不然定要留下了好好陪陪他。恰在此时，温宁感到腹中有一丝奇异的颤动，像是一条小鱼在轻轻摆尾，接着又是一下，那个沉没在他血脉里的小小生命竟是第一次有了回应。是你吗？他在心里轻喃，眼眶莫名发了烫。见那挺拔的身影跨出门槛，温宁内心百感交集。他铁了心的要离开，却克制不住这几个月对他的熟忍。老夫人已将奴籍给了他，他没有不走的道理，也许何该去走自己的路了，只能等日后安顿好了，他再想办法将师傅接走。姐姐身子可大好了，怎的亲自下厨，可莫让侯爷怪罪了咱们。唐离见他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连点中毒的迹象都没有，心中顿时将那蛇贩子骂了千万遍。什么见人便咬，咬人必死，全是屁话。他看着温宁正为侯爷准备午膳，心中不禁又生出了另一番算计。本就是女人家常有的不适，不过是侯爷过于大惊小怪罢了。唐丽姑娘，论年纪我尚小你1岁，不知刚才这声姐姐是从哪里论起的，倒是让我受之有愧了。我只是觉得姑娘是嫁过人的，便自觉地唤了声姐姐，没想到这算起年纪来，倒是将姑娘唤老了。原来唐丽姑娘是以婚嫁论长幼的，那倒是我疏忽了，一时忘了妹妹至今还未婚配，心急也是难免的。其这样说来，姐姐这个称呼我倒是担得起了。唐离被噎得双目圆睁，倒是小觑了这贱蹄子。眼瞧着日头近午了，诸位可都警醒着些。姐姐手巧，侯爷最爱您做的膳食，今日可要格外用心才是。他一脸嫌恶，眼中烦躁毕现。丫头，这是怎么了？奴婢自知福薄，得不到侯爷怜惜，不如老夫人就准奴婢带发修行，奴婢愿意日日吃斋念佛，为老夫人和侯爷祈福。哎呀，傻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我应允于你在先，断不可使你蒙了这个念头。只是没想到你对侯爷如此执着，莫非当真非他不嫁了？唐离渲然欲泣的点点头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倒是个倔的，这事儿啊，便也急不得。侯爷性子冷，你得学那灶上煨汤，须得慢慢来，时间长了，总能将那冰坨似的心暖热了。你说是这个理不？老夫人说的是奴婢心急了些。主持清味的菩提禅茶，说好的今日要送给侯爷尝尝，说好的今日要送给侯爷尝尝，你快些去吧，再耽搁这茶该凉了。是。唐离缓缓起身，唇角无声上扬。他事先于温宁所制的午膳中下了药，此刻送茶过去，因正逢那催情药发作之时，而那小贱人今日又恰巧没有随侍在寺院。唐离内心窃喜，自觉计划缜密，毫无破绽。他端着茶盏，先绕道行至寺院一棵隐蔽的槐树下，鬼鬼祟祟地将那镂空银球埋进了土里，又故作镇定地朝着侯爷演戏的东侧课堂走去。人刚转过墙角，一棵大树后面便闪出2个圆溜溜的小光头来。哦，他埋的是啥？小豁牙满脸好奇，一双杏眼睁得老大，小圆脸将半块胡麻饼塞进嘴里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：“咱们挖出来瞧瞧，不就知道了。”两人说干就干，用木鱼锤当铲子，哼哧哼哧地开始刨土。温宁被粗暴地推进内室，膝盖重重磕在青石地面上，却见床榻上昏迷的谢金兰，身体突然剧烈痉挛，
紧接着屋子的唇间涌出一股黑血。又吐血了，快！溥仪一声令下，丫鬟们进进出出，乱作一团。几个红漆托盘上都叠着数层染血的素帕。温宁脑中轰然作响，不过半日不见，侯爷怎会如此严重？老朽无能，认不出侯爷所中之毒，不敢贸然施针。老夫人，神代来了。快说，你给侯爷下的是什么毒？我有意送你出击，没想到你临走之前还要下此毒手。陶夫人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不知发生了何事，更不可能去加害侯爷。一旁的唐离见状，指着外厅圆桌上的食物，尖声喝道：府尹已经用银针验过，你做给侯爷的午膳里有毒，你还敢狡辩？唐离此刻只想赶紧把这罪责牢牢扣在温宁的身上。自己明明向哥哥讨的是催情药，怎么就成了毒药？若是让老夫人知道下毒之人是他，还不得扒了他的皮？